我现在就到了圣马丁斯这个廊桥这个地方。圣马丁斯这个社区呢，在这个小溪上呢建了2座廊桥，这个一座廊桥，前面有一座廊桥，他们把这廊桥呢叫做双胞胎的廊桥。这个廊桥非常的短，就跨过一条小河，但是这个廊桥呢，它有一个不同之处，就是它可以双向车道，通常的廊桥呢都是单向车道。那前面一个，这头呢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新建的，建的时间不长，是2022年修建的。那个修建的历史呢要长一些。它的另一座廊桥的近距离的样貌，这个是建于1946年。这个应该是单向通车的一座廊桥。这个廊桥也就是20米左右的长度。圣马丁斯这个社区人口呢不多，但是这里呢，由于位于芬迪湾，它的景色非常的漂亮，同样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到这里度假。这里的旅店业以及餐馆很多，为游客提供了很多的方便。每年呢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这个社区度假。圣马丁斯这个社区过去是以造船业为主的，在造了不到1000艘船之后，就停止了这个行业。现在呢，主要就是靠旅游业。好在这个社区的人口不多，来的游客呢足够支撑起这个小镇的经济。这就是非常漂亮的芬迪湾的一部分。这是位于圣马丁斯这个小社区。潮水涨上来呢，这个水位可以到达这里这个位置。这个潮水落叶时间呢并不长，因为这个石头还是湿的。这里是马丁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，它这个是红色的岩石的一个溶洞。我们就过去这个小溪，进去看一看。这是这是近距离的接触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个也就是刚刚形成一个小的，也就是在海水涨潮的时候，经过冲刷形成的，这样一层一层。这里的深度可以有个50多米。这经过多年的冲刷形成的这个，现在上面还在滴水。这个过去应该是很深的，由于顶部的石头被侵蚀之后呢，就塌陷了。这看着呢就比较浅，但是
这个呢形成的非常的大。这个就是圣马丁斯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。到了圣马丁斯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来的。这就是在圣马丁斯这一部分的芬迪湾的情况。这还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。就在上传视频的这段时间，这儿的海水涨潮已经涨到这儿了，很快。现在的海水还在往上涨。现在这里也聚集了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车，坐着欣赏着芬迪湾。这儿的海水非常的凉，也就是仗着年轻。我现在来到芬迪湾旁边的一个社区，这个社区的名字就叫做圣马丁斯。这里呢是芬迪湾的一个灯塔，而且芬迪湾这个水的有落差，这应该能看出来洋流。这个灯塔传出来的这个声音，这声音传得非常的远。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建灯塔了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水呢比较浅，有岩石在这儿。这还能听出有回声。有谁知道这个灯塔为什么要鸣笛？如果知道的呢，就在评论区写下来告诉我。从这儿开始就可以沿着芬迪湾行驶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最后还是从空中看一看圣马丁斯的美丽景色。
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会继续沿着芬迪湾前行。